大家好啊，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利比亚的微型世界大战啊。那么这个微型世界大战的主角呢，就是土耳其，所以我们要先聊这个土耳其啊。那一说起这个土耳其呢，我们的广大网友呢，那就气不打一处来啊，因为这个土耳其过去呢霍霍过我们啊。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那个瓦良格号啊，当初就被他拦截在黑海上面，整整漂了16个月啊。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啊，那这是黑海啊，我们从这个乌克兰的造船厂里面出来以后，要经过它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它的理由呢，就是说怕你这个瓦良格号没有动力啊，控制不了，它会撞到两边啊，把它那些文物古迹给撞坏了啊，所以呢，他就要求啊，我们就是10个亿的押金。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啊，大家看啊，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啊，其实也够宽的了啊。那么宽，你要说把它的文物古迹给撞掉啊，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很高啊。但是不管，它只是一个借口啊。那么那个10亿美金呢，后来因为希腊给我们做担保啊，所以就免除了啊。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放行了呢？啊，其实也不是啊，因为背后是美国人的原因。在2001年4月1号那个愚人节那天啊，那天中美发生了南海撞击事件。我们来看一下啊，当时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歼82跟美国那个 EP3撞了啊。大家看一下这个81192这个数字，我们的辽宁号在南海海上进行海试的时候，还会呼叫这个编号81192，纪念我们的英雄飞行员王伟。因为我们扣押了美国的那个 EP3那个电子对抗机，所以呢，就是我们后来就谈判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美国人放行这个瓦良格号。那后来就是美国人点头了，因为美国人点头了，所以在2001年的9月的时候，所以这个土耳其他就放行了啊。那顺便他也捞了一点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答应给他开辟2条航线啊，促进他土耳其的这个旅游业啊，所以这个呢，其实他也赚了不少钱了。那么这件事情呢，美国人才是罪魁祸首啊，这个土耳其只是帮凶。土耳其霍霍我们的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东突。东突这个组织呢，在上世纪30-40年代其实就已经有了啊，但是呢，在二战之后呢，就销声匿迹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有苏联啊。后来在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呢，它又闹起来了。这个土耳其在这里啊，这里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突厥语国家啊，就是浅绿色的这个部分。这个突厥语国家呢，包括哪些呢？包括这里的阿塞拜疆。包括这里的这个哈萨克斯坦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中亚5国里面有4个是突厥语国家，这边的这个塔吉克斯坦不是啊。那么这个哈萨克斯坦呢，和我们国家的新疆接壤，我们新疆维吾尔族的语言呢，其实也是突厥语系的，准确的讲呢，就是突厥语族啊。那么从血缘上来讲呢，我们新疆维吾尔族呢和这个突厥人呢，祖上呢还有仇呢啊。但是语言和文化上，他们有一些相通的地方。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个土耳其就把手伸到了中亚，他希望从这个地方进行扩张。那么后来我们和俄罗斯呢，就是还有这个中亚5国呢，就一起搞上合组织。这个上合组织呢，就进行反恐啊。然后这个土耳其呢，是这个上合组织的对话国家。啥叫对话国家呢？就是我这个反恐演练啊、演习啊，就是演给你看的啊。俄罗斯呢，在苏联解体之后呢，经过10几20年的时间呢，它渐渐恢复了元气啊，所以它这个手呢又伸回来了。这个原来是它的势力范围，它是不允许土耳其去插手这些地区的事务的。目前呢，这个土耳其呢还在阿塞拜疆这个地方呢搞一些事情。这个是阿塞拜疆啊，阿塞拜疆呢，它有一块飞地啊，就在这个地方，叫纳西切凡这个自治共和国。那纳西切凡这个自治共和国呢，和土耳其呢是相邻的。土耳其这里有一个很狭长的走道和这个纳西切凡共和国呢接壤了啊，非常的做作，这个走廊非常的做作。前几天呢，这个土耳其还把军队派进去和这个阿塞拜疆呢在这个地方搞军事演习啊，然后去吓唬这里的这个亚美尼亚人啊。估计呢时间一长呢，土耳其基本上要把这个阿塞拜疆的这个飞地啊把它吃掉了。所以阿塞拜疆这个国家呢真是下贱。土耳其在历史上对这个亚美尼亚人，对这里的亚美尼亚人搞过大屠杀啊，所以他们是血海深仇。看一下这里的这个国旗啊，大家看到啊，这个阿塞拜疆啊和这个纳西切凡啊自治共和国和土耳其这边都是星星月亮
而中间的这个亚美尼亚和北面的这个格鲁吉亚呢，它是东正教啊，所以他们在宗教上也不一样。这个埃尔多安上台以后呢，还在纵容这个东突啊，暗中有可能还在支持这个东突。看这个图啊，看这个图，这个图右边这个蓝色的这个部分，这个星星月亮啊，和土耳其国旗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颜色不一样。这个旗呢，就是东突的那个所谓的国旗。他号称自己是突厥人的后代啊，但是经过这个基因检测呢，就是亚美尼亚人体内的这个突厥的基因呢，比他土耳其要高出不少呢啊，所以这个就很讽刺。真正的突厥人呢，被他们杀了个够呛。在叙利亚战争的时候呢，这个土耳其呢，他就帮着美国人去搞叙利亚，搞到最后他发现这不对，这个美国人跟叙利亚的这个库尔德人搞一起去了啊，这个呢就让他坐立不安啊，因为他自己的国内的这个库尔德人呢也有点压不住，所以呢他就跟美国人呢就是闹别扭了。当时呢土耳其军方击落了俄罗斯的一架战斗机啊，他通过这件事情呢就挑起土耳其和俄罗斯直接的战争，把北约也拖下水，其实就是美国人在背后搞鬼啊。从后面的这个故事情节来看，我们估计应该是埃尔多安不知道这个事情，他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所以呢他立刻就是写信给普京认错道歉。所以普京呢，就坡下驴，就下台阶了。那么埃尔多安呢，显然就是不上套，不上套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土耳其军方去搞政变，把这个埃尔多安就搞下去准备。那么这个事情呢，被普京知道了，普京得到了情报，就提前通知了埃尔多安，所以这小子呢逃过一劫。土耳其有一个特点，就是土耳其每当国家领导人就不听话的时候呢，土耳其的军方就会出来搞政变，把这个领导人给搞下去。搞完以后，那个军方就退回幕后，他也不追求这个国家权力。啊，他每次都这样，是不是这个军方就那么的大公无私呢？啊，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个军方呢，他就是美国的代理人，啊，这个是当时政变之后啊，在这个博斯普鲁斯这个大桥上面，然后有一些军方的这些士兵呢被抓起来了，支持埃尔多安的这些武装啊，用这个裤腰带去抽打这些士兵啊，教训他们。这说明埃尔多安的支持度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这件事情以后呢，这个埃尔多安就和普京就打得火热啊，两个人又是拥抱啊，又是亲吻呐，啊，然后两个老男人啊，两个这个尔虞我诈的老男人跑到一起来，还一起在那个像小男生小女生一样，在那个地方一起吃冰激凌，非常的肉麻啊。他主要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就搞这个事情呢，是搞给谁看的呢？搞给美国人看的，就是作秀啊，做给美国人看，我们在一起，气死你！气不死你也要恶心死你。两个人一边呢就正面还勾勾搭搭，一边在背后捅刀子。所以呢，在这个叙利亚啊，他们就打仗啊，打到最后呢，叙利亚这边呢基本上结束了，不打了，打完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战场搬到了利比亚，接着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利比亚的局势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利比亚，这个紫色的呢是利比亚的民族团结政府。然后这个粉红色的部分呢是现在的造反派，就是利比亚国民军。然后这南边的这个灰绿色呢，就是南边的少数民族的割据政权，啊，这个就是哈夫塔尔。那么哈夫塔尔一开始呢，就是打得不错，一度就快要把这个民族团结政府给推翻了，就快了。这边的哈夫塔尔这个造反派呢，他背后的支持势力呢众多，它包括哪些呢？包括埃及啊、沙特、这个阿联酋、阿曼、巴林、科威特、俄罗斯，然后除了意大利以外的整个欧盟啊都是支持这个反对派的。那支持民族团结政府呢，那只有土耳其啊，还有这个卡塔尔、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还有这个伊朗。这个关系呢就非常的乱。我们来稍微理一理啊。土耳其支持这个民族团结政府呢，是因为他们已经签了一些利益协议。土耳其要把手伸到这个利比亚这个地方，因为利比亚原来是奥斯曼土耳其那个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土耳其想回来，想把手插到这个地方啊。埃尔多安的野心已经搂不住了啊。我们来看这张图，说埃尔多安的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这个野心呢，这个已经是赤裸裸的在这个地图上给挂出来了。这个土耳其的这个符号啊，这个星月符号，叫做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所以难怪啊，整个欧洲啊，包括俄罗斯啊，都要弄他。那么埃尔多安得罪俄罗斯和欧洲啊，
不仅仅是他的野心啊，还有更加现实的原因啊。除了当初啊他在这个叙利亚难民的问题上啊，往欧洲运难民这件事情上得罪过欧洲啊，敲诈勒索嘛。他还有其他的现实的原因。这个沙特是为什么呢？沙特是为了反土耳其，土耳其支持穆兄会，这个穆兄会是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啊，所以他们的关系就是不共戴天。它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啊，而且是兄终弟及的，就是国王死了以后把这个皇位传给他的弟弟，是这样一个制度。那么这个老国王呢，他不想传给自己的弟弟了，也不想传给自己的侄子，他想传给自己那个小儿子，就是小萨勒曼。所以呢，他就开始扶植小萨勒曼。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他和这个也门正在打仗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打仗，所以他呢要军事大采购，买一些这个武器装备，所以他就派自己的小儿子到美国去买武器。小萨勒曼呢就带着1100亿美金的大单跑到美国去，那实际上呢，就是拜码头去了，去见了特朗普。特朗普拿到这个1100亿的大订单呢，那是开心死了啊！这个就是小萨勒曼啊。特朗普说啊，沙特的这个1100亿订单呢，直接给美国人带来了50万个工作岗位。所以呢，这个拜码头呢应该是成功了。萨勒曼小王子争夺皇位这个事情呢，其实在沙特内部是有斗争的。那沙特呢，就是有他的反对派，就他的叔叔啊，他的那些堂兄。那么有一个人叫做卡舒吉，是一个记者啊，沙特的记者。这卡舒吉呢，就长年累月的，就是爆一些小萨勒曼的黑料啊，写文章抨击他啊，所以他就是这个小萨勒曼的敌人。那么这个卡舒吉呢，有一个土耳其的女友，他们要结婚了，所以这个卡舒吉呢，就到伊斯坦布尔啊，这个沙特驻伊斯坦布尔的那个领事馆啊去办证啊，准备结婚。结果去了以后就没出来，被小萨勒曼派特工在那个地方呢，就把他给活活给肢解了，大卸八块，啊，非常的残忍啊，心狠手辣呀。卡舒吉呢，就是这个胖老头。然后这个事情呢，就被土耳其偷偷的录音了。那很显然啊，土耳其实际上是在监听沙特的这个领事馆，但是他不承认，埃尔多安不承认，他说是卡舒吉的这个苹果手机录下来的那些东西啊，但是大家心里知道啊，就是土耳其监听了啊。然后埃尔多安就抓住这件事情呢，他就爆料啊，爆料革命，拿这件事情呢，就在媒体上反复炒了半年。特朗普被他搞得非常的尴尬。特朗普按说应该谴责沙特了，但是呢，收了人家的钱呢，这个嘴就张不开了。所以埃尔多安呢，就为了这件事情呢，得罪美国人。然后我们再说这边有一个卡塔尔怎么回事情呢？卡塔尔的这个国王啊，之前的国王啊，他是怎么上台的呢？他是趁着自己的老爸去国外度假了，所以他趁着老爸度假的时候偷偷搞政变，啊，就把这个王位给夺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有违人伦，啊，周边的像阿联酋啊、沙特这样的一个君主制国家呢，啊，都是不能容忍的。这种事情怎么能容忍呢？谴责他。从此以后，卡塔尔和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呢就掰了，是吧？然后卡塔尔呢，他就倒向了对面的波斯人啊，倒向了伊朗。所以这次呢，沙特是反土耳其的啊，然后这个卡塔尔就反倒去支持那个土耳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地中海的这个领海争端。在这里啊，东地中海呢也很复杂，这个沿岸呢有哪些国家呢？啊，这里有希腊啊，然后这里埃及，这边的利比亚，然后以色列，包括这个巴勒斯坦，还有一小块啊，这个加沙地带，然后这个黎巴嫩，然后叙利亚，然后土耳其，中间呢还有一个塞浦路斯。看一下他们的这个领海主张，这个紫色的这个线，这根紫色的线是希腊的领海主张啊，希腊和利比亚之间基本上都是这个中间线，希腊和这个埃及中间线啊，埃及和塞浦路斯中间线，对吧？所以这些呢就是都是中间线啊。这里面有一点点争议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呢这个方向啊，这稍微有点问题。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加沙地带，他自己也挖了一小块。然后这里面的这个叙利亚呢和塞浦路斯呢有一点点争议。那么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啊，这个地方他们有岛屿的争端。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啊，这里有一个卡斯特洛里佐岛，这个岛两边都说是自己的啊，这个上面还有一个机场呢。
有这个岛的话，那么希腊这个划界就又划到这个土耳其门口。那么这个划界呢，就是目前这些国家的这个划界问题不是太大但是土耳其来了，那问题就大了。这根绿色的线是土耳其主张的线，土耳其主张什么呢？主张的就是希腊这些岛屿呢，就你只有6海里的领海。那么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呢，它应该是12海里。土耳其不承认这个海洋法公约，他不认的，他只承认你希腊有6海里，所以就把这个线呢，就6海里就贴着他这些岛屿画，然后这边的塞浦路斯呢也是6海里，12海里都不给你。然后呢，他自己就不一样了，他自己跟这对面的这个希腊跟这个埃及、利比亚呢，那就是中间线他自己一大块就画进去了，甚至在这个地方这根线竖上来的这根线绕过了塞浦路斯画过来就这么狠。然后这里一个塞浦路斯要说一下，这个塞浦路斯呢，当初就独立出来，他准备要加入希腊了。结果土耳其入侵，把兵派过来以后，硬生生的在这个地方又划出去一块这个地方呢，就是在2根红线之间呢，现在是属于联合国托管的安全地带。南面呢就是塞浦路斯，北面呢就成立了一个国家，叫做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旗，就是它的这个国旗，这个国旗跟这个土耳其的国旗是吧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在这个塞浦路斯这片海域呢，发现了石油。我们来看一下石油。其中这个4号这个海域的这个石油呢，就是被土耳其呢就硬划给自己了。以色列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呢，就打算在这个地方呢搞一条这个东地中海的油气管道，海底油气管道，把这个石油呢给它输送到欧洲去。它是经过这个海底，然后到希腊，从希腊一直到希腊北部，然后跨海到意大利，这样一个油气管道。这个油气管道呢，得罪了土耳其。为啥得罪土耳其呢？因为土耳其呢，从这个中亚比如说阿塞拜疆从中亚、格鲁吉亚这些地方呢，就是有一些石油的，它这个石油呢，它通过土耳其做了一个2道贩子，把它卖到欧洲。土耳其收这个过路费，那么东地中海这个石油出来以后呢，那么欧洲对于它的这个石油的依赖度就降低了它赚的就少了，抢生意的来了。那么他要破坏这个事情，他怎么破坏呢？他和利比亚政府签了一个合约，来分割他和这一片这个海域。他怎么分割他的这个陆地上画2根线，画到这个利比亚的这个海岸线上这样连起来。然后连起来以后呢，这根线呢，它其实还切到了希腊的这个2个岛屿这样，反正就是只留6海里给他然后绕过去再画过来，然后这海域呢，然后进行中间画一条线，就是各自的专属经济区这个区域。这个专属经济区呢，就恰好把欧洲的这个石油管道给切断了。他要分一杯羹，因为你经过我的地盘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利比亚的这个油田。大家看到就是现在的利比亚的这个民族团结政府的控制范围呢，就是有一些油气田，但总的来讲呢，比东边的那个反对派要少少是少但是它有一条这个油气管子呢，是一直通到了意大利的。所以意大利呢下手早了，他和这个民族团结政府呢签了一些协议。他给了民族团结政府11欧元要求民族团结政府管好自己的人，不要让这个难民过来因为这个地方从利比亚逃出去，就逃往意大利是最方便的太近了。所以呢，这个意大利呢就是支持这个民族团结政府呢但是它有可能会变，为什么呢？因为前阵子他们开会了，这个欧盟呢搞了一个4500亿的这个抗疫救助的这样一个计划。就这件事情呢，就是要挟这些大哥，这些有钱国家呢，就多要点钱。战场上呢，就是因为民族团结政府现在已经不行了，土耳其亲自下场，他派了一些兵，他派了什么兵呢？是叙利亚战场上收编的一些恐怖分子有 ISIS 有这个反对派还有东突他们有著名的东突旅
这帮人反正留在国内呢，这个埃尔多安呢也睡不着，这帮人呢是个炸弹啊，捏在手里不是什么好事情，干脆呢就把这些炮灰呢再放到利比亚去啊，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啊，就是这些人。那俄罗斯也下场了，因为这个形势又变了，哈夫塔尔有点顶不住，俄罗斯也下场了，他也帮助。俄罗斯用的就是他国内的就是瓦格纳雇佣军啊，俄罗斯也不是派的俄罗斯的军队，他只是过来捞一点这个战略上的这个好处。好，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埃及，这个埃及呢也要扬言要警告土耳其要开战，埃及是有一些军事实力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埃及呢。有一艘这个2栖攻击舰，它其实有2艘，还有一艘不在这里，其中有一艘在这个地方。原来是法国的西北风级，那是从法国购买的。法国造这个西北风级呢，原来是准备卖给俄罗斯的啊。法国和俄罗斯很早啊，他就已经勾搭上了，他准备要卖给俄罗斯，结果因为那个克里米亚那个事情啊，后来这个2栖攻击舰就不卖了，不给俄罗斯了，所以这个2栖攻击舰扭头就卖给了埃及。然后俄罗斯跟在后面呢，就原来为这个2栖攻击舰准备的一些直升机啊、一些装备弹药啊，那趁这个机会一起卖给了埃及，所以埃及就有了2栖攻击舰。那土耳其也得有啊，土耳其也得有2栖攻击舰。我们来看一下土耳其的，在这里啊，它叫阿纳多卢啊，阿纳多卢在这个地方，它也有一个2栖攻击舰。而且是自己造的啊，用的是那个胡安卡洛斯啊，西班牙胡安卡洛斯的那个技术啊，自己造的。所以说明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军事技术啊，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他很尴尬，因为他得罪了美国人，所以呢，美国呢就要弄他，所以他那个原来从美国订购的 F-35呢，美国人不卖了，不给你了，这个钱我不挣了。他那个 F-35当初是怎么签的呢？就是因为他这个不停的炒作卡舒吉那个事情，所以美国人为了安抚他，堵他的嘴，给他的封口费啊，跟他签了 F-35的协议。现在呢，时过境迁了，那个热度已经过了啊。2栖攻击舰造好了以后呢，没有飞机啊。本来呢，他是有一些这个直升机的，他自己能造直升机，但呢，就很悲催的是，他那个直升机的这个发动机呢，那还是美国人的，所以他现在特别尴尬。那所以前几天呢，这个土耳其的官方就有人说啊，他们要买中国的歼15，就是我们辽宁号上面那个歼15战斗机。我们那个歼15啊，据说这个起飞的这个距离啊，长度啊，大概是200米啊，200米不到一点。它这个距离我量了一下啊，240米，这个马马虎虎还真有可能歼15能在上面飞呢。啊，我这个放在脑子里还想了一下，我们要不要卖歼15给土耳其？这是个问题。因为旁边希腊是我们的朋友。啊，这个事情还要想一想呢。然后我还没想明白呢，这个事情呢，又改了。结果又传出一个消息，说这个土耳其啊，打算把他手上的那个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防空系统，把这个数据给卖给美国人，啊，换 F-35。这个 S-400这个东西呢，当初俄罗斯卖给土耳其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呢也参与竞标了，我们的那个红旗9也参与竞标了。当然后来就没选上，俄罗斯 S-400卖给他了。那现在呢，他等于是同时出卖了中国和俄国2个国家，出卖了我们，啊，这件事情啊，真是让我吓出一身冷汗呐。那这个事情呢，我们还要看后续的发展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土耳其的无人机，它那个 TB2 无人机，在这个地方，在利比亚的这个米苏拉塔机场啊 ，TB2，在这个地方。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我大体上估计应该就是它的翼展大概是11米，不是很大这个飞机啊，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埃尔多安呢还是在上面还签字了，开光，那就是，但是开光也没有用，啊，这个是网友做的一个啊，嘲笑他的，啊，这个还是被我们这个中国的翼龙2无人机给打下来了。那中国的这个翼龙2呢，在这个战场上呢，这个战绩还是不错的啊。除了打下了它的这个无人机，还打下了其他的飞机啊。我们看一下，啊，这架飞机这个机头都被打下来了。好，这几个机堡呢，这个盖子都被掀掉了，机堡的盖子都掀掉了以后，底下飞机肯定完蛋了。然后这里有一架。
这个飞机呢就是米格23，就是这个飞机啊，飞起来是这个样子的，米格23，它的翅膀可以收起来啊，它的翅膀收起来呢就这样，所以这个我估计就是米格23啊。那这里还有很多，你看这个机场也被炸了，那这里这个是个什么仓库啊？然后这个外面的这个飞机就像玩具一样撒了一地。那中国的这个无人机呢，在利比亚战场上呢，就是出风头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翼龙2啊，可以挂好多的导弹。这个翼龙2这个个头啊，那比土耳其的那个玩具飞机要大多了啊。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得到了阿联酋的好评啊。这个飞机是卖给阿联酋的，阿联酋赞助给利比亚的。啊，看这张图啊，这张图非常的喜感啊，这是一张旧图了啊，很多年以前的。这个中东的土豪，这个是沙特的当时的一个这个皇室成员，他主管军事的啊，跑过来在这个房展上面。看中国的武器，哎呀，他这个大概是个翻译，我们军方的翻译啊。然后这个是我们军方的领导，这个领导呢现在已经是中央的这个高级干部了，高级领导了，什么名字我就不说了。旁边这个可能是个经理啊，非常开心啊，非常开心。那么中国这个军火呢，在国际上卖的也挺好，尤其是这个无人机啊。看这张图就是这个土耳其军队啊，对抗全世界。而这个字母呢是土耳其语，我还查了一下，叫做暴风雨啊，就是说也土耳其单挑全世界嘛。但是我估计啊，这个美国不一定，美国很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会跳出来暗中支持土耳其啊。为什么呢？他要利用土耳其这个搅屎棍，去搅乱欧亚大陆上的这些国家。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地球啊，比如说这个英国。不管欧亚大陆上这个德国、法国、什么西班牙斗成什么样啊，它是离开这个大陆的，它的本土不会受到战争的这个危害，所以它呢是属于叫做安全岛国家。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美国也是个安全岛国家，只不过是一个大岛啊，超大的岛。那么这个安全岛的这个岛国呢，它一直离开大陆，它实行的大陆军事政策，大家都知道啊，挑起大陆上面这边斗争啊。这个法国拿破仑强盛的时候呢，他就跟德国、俄国一起联合去打拿破仑啊。然后拿破仑下来了，德国人兴起了啊，他又开始联合这个法国、俄罗斯啊、法国、苏联一起去打这个希特勒。然后希特勒被干下去以后呢，他再联合法国去对抗苏联啊，就是大陆军事主义。美国也一样啊，美国也是一个巨型的安全岛国家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啊，美国和它北面的这个加拿大啊在一起的。然后呢，这里还有在这里的澳大利亚也是个安全岛国家啊。然后这里的新西兰呢也是个安全岛，所以这个五眼联盟呢。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岛国前几天呢，这个日本还扬言要加入这个五眼联盟呢，就变成六眼联盟了。那日本呢，正好日本也是一个岛国，它也是离开大陆的。那么从地缘上来讲呢，合适它还真是合适。但是呢，这个人家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呢，瞧不瞧得上他呢？这个就不知道了。他毕竟是个黄皮肤的人啊。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呢，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崛起的路权，我们要把整个这个亚欧大陆给整合起来，从经济上整合起来。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必然会受到这些安全岛国家的阻挠它是肯定的，它一定会破坏。那现在就是正在破坏，所以呢，现在呢还不是我们中国强出头的时候，那我们还是尽量要团结大陆上的这些，比如说这个美国他还制裁过土耳其经济制裁嘛。那土耳其的这个里拉暴跌所以土耳其的这个外汇储备不多了，它没多什么美元了，所以它和中国贸易呢，它提出来它要用人民币结算，它可能人民币稍微多一点点。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呢，也只能在这个地方取得一点点小进展。这点小进展呢，其实微不足道，主要还是因为土耳其没钱了没钱也没关系用食物抵、用石油抵都可以从点滴做起薅帝国主义的羊毛
啊，不停的薅，不停的薅，不停的薅羊毛啊，总有一天我们就会把这个帝国主义薅成一个秃子。好，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请大家记着点赞、订阅、点开小铃铛，下次再见。